我和塑料姐妹穿进了仙侠文，成了男主飞升路上必须铲除的2个心魔。她是宗门里骄纵跋扈，对男主爱而不得的大师姐。我是魔教中阴险狡诈，给男主下过绊子的蛇蝎护法。我俩兢兢业业扮演着恶毒女配，只求剧情走完领盒饭下班。直到男主提剑杀上魔教总坛，系统忽然尖叫，警告！他看破轮回，要杀妻正道。我和闺蜜……等等，谁是妻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和苏淼穿进这本破仙侠小说有些年头了。她是正道魁首宗门里那个对男主爱而不得，天天找女主麻烦的跋扈大师姐。我是魔教里头专门给男主使绊子、下黑手的蛇蝎护法，标准恶毒女配配置。我们的任务很简单，兢兢业业扮演好剧情工具人，给男主林觉尘的飞升之路添点堵，充当他的心魔劫难。等剧情走完，他飞升他的，我们领我们的盒饭，就算下班回到原世界。这班上了300多年，看着林觉尘从筑基一路杀到渡劫，真的腻了。魔教这地方待遇不行，灵气稀薄，伙食也差，天天不是黑煞汤就是阴风丸。手下魔修们脑子也不太好使，除了喊打喊杀，屁用没有。我日常蹲在总坛大殿门口摸鱼，看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头，心想林觉尘什么时候才打上门来。剧本里写了，今天是他飞升前铲除最后心魔的日子。苏淼那边估计也差不多，他得在宗门里上演一出因爱生恨，阻拦林觉尘飞升，然后被一剑劈开，魂飞魄散的戏码。我俩昨晚还在用系统内部频道吐槽，这傻逼剧本，凭什么我死的比你还惨？知足吧姐姐，我这就一魔窟，你那边好歹是正道仙门，风景好点。好个屁，天天装刁蛮大小姐，我嘴角都要抽筋了。赶紧的，让林觉尘快点，这班我是一天也上不下去了。盒饭我要鸡腿的。系统弹出来，冷冰冰一句，请员工专心剧情，不要讨论与任务无关内容。我和苏淼同时闭麦，这系统跟个监工似的，太没劲了。50刚过，一个魔修连滚带爬冲进来，护法，不好了，林觉尘他杀进来了，剧情点来了。我拍拍屁股站起来，整理了一下我这身黑漆漆的护法行头，好歹是谢幕演出，得有点仪式感。总坛广场上，林觉尘一身白衣，提着剑，正从山门那边走过来。所过之处，魔修倒了一地，哼都没哼一声。效率真高，剑修就是方便。我按剧本要求扯出一个阴险的笑，林觉尘，你竟敢独闯我圣教总坛，今日定叫你有来无回。台词有点尬，但系统要求念完。他没理我，继续往前走，眼神都没给我一个。我只好继续念台词，顺便把几个冲上去送人头的魔将拦住。你的死期到了，我喊，然后祭出我的法宝，一根看起来就不像好人用的骷髅鞭子。林觉尘终于抬眼看了我一下，然后抬手挥剑，我的鞭子断了，碎得挺彻底。这哥们今天状态有点猛啊，吃错药了。剧本里没写这段啊。他继续朝我走过来，距离拉近，我才看清他的眼神，不像来看仇人，像看一块石头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眼神不太对劲。林觉尘的剑抬起来，剑尖指着我咽喉，就在要碰到我皮肤的前一秒，系统那万年不变的机械音突然炸了。警告，检测到目标异常，行为模式分析，杀妻正道，目标锁定，心魔载体苏淼，心魔载体沈燕。重复，目标锁定，立即规避。声音戛然而止，变成一阵刺耳盲音。我愣住了，杀什么？正什么道？妻是谁？剑尖还停在我喉咙前面。林觉尘看着我，语气冰冷，找到你了。找我干嘛？走剧情啊，大哥。干完收工，你我都有光明的未来。系统还在我脑子里滋滋响，跟短路一样。那声杀妻正道很不对头。我和苏淼？开什么仙界玩笑？剧本里明明写的是斩心魔，心魔和老婆是一个东西。系统还在滋滋响，
像短路的老旧收音机。我喉咙发干，想咽口水，又怕动作太大撞见肩上。频道里突然炸开苏淼的声音：“沈燕，沈燕，你听见没有？系统刚是不是疯了？他跟我说杀妻正道。什么妻？谁的妻？他是不是中病毒了？他那边背景音乱七八糟，看来也没比我好多少。”我试图在脑子里回系统话，解释一下。什么情况？剧本错了。没反应，关键时候掉链子，这破系统。林觉晨好像能感觉到什么，冷笑了一下。他往前送了送剑。等等，我脱口而出，也顾不上什么台词了。林觉晨，林真人，道尊，商量一下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是魔教护法，你的心魔。按流程，你是该除掉我，但不是杀妻正道。你老婆在你们宗门等着你呢吧？我试图提醒他走剧情，他看着我的眼神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。频道里苏淼还在叫，他妈的林觉晨的分身还在追我，甩不掉。这不对啊，他怎么还能分个身出来？剧本里没这出。沈燕，你那边怎么样？你死了没？没死。我尽量不动嘴唇，用意念回他，但他好像认准了要杀我，还是以杀妻的名义。卧槽！苏淼骂了一句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盒饭没等到，等来一口黑锅。林觉晨的眉头皱了一下，他好像能察觉到我们频道里的波动。这个念头让我后脖子发凉。他看破轮回，系统是这么警告的。看破轮回是什么意思？看穿了这个世界是个剧本，知道我们俩是外来打工的，还顺便给自己加了个杀妻的戏码。他好像没耐心听我废话，终于开口了。这一世总算找到你们了。林觉晨说的是你们，他都知道了。还有这一世，我盯着林觉晨的眼睛，试图从那里面找出点剧本的痕迹。没有，只有像找了很久终于逮着目标的执着。系统是指望不上了，幸好我留了后手。当了几百年魔教护法，别的没学会，怎么保命倒研究了挺多。我掏出一枚血遁符，准备烧血跑路。虽然可能掉境界，可能变残废，但总比变师兄强。林觉晨眼神一凛，剑势就要彻底爆发。还好血符先一步炸开了，白光吞没了一切。最后听见的是苏淼那边一声更大的爆炸声，和他一句模糊的国骂，频道彻底断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意识回来的时候，只觉得浑身都疼，修为也掉了一大截。血遁符燃烧精血，气息模拟死亡，是1等1的逼真。林觉晨应该信了吧？苏淼最后那声爆炸，听起来也下了血本。系统依旧死寂，这次是真联系不上了。我躺在冰冷的碎石堆里，喘气都带着血腥味。盒饭没领到，倒是差点变成盒子了。我花了半天时间才从碎石堆里爬出来，一身伤，得弄点药，还得找点吃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得知道苏淼死没死。我试着在脑子里喊他名字，没反应。可能他没撑住，也可能他那边落点太远，信号不好。一个人在这鬼地方，重伤，没吃没喝，仇人还在满世界找我。这开局多少有点惨了。天快黑的时候，我手指上的一个旧戒指突然烫了一下。我和苏淼刚穿来那会儿，怕走散，偷偷搞了对劣质通讯戒，距离不能太远，传不了几个字，还特别耗灵力。后来有了系统频道，这戒指就废了，一直忘了扔。现在系统没了，这玩意儿倒响了。戒指断断续续传来几个字：没死，喂。我捏着戒指，调动那点可怜的魔力，废矿吸，重伤速来。后半夜的时候，一个人影踉踉跄跄跑过来，衣服破了好几处，头发散了，脸上还有血道子。是苏淼。他看到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直接瘫坐在我对面，大口喘气。他妈的，差点真挂了。我没说话，看着他，他也抬头看我。安静了一会儿，他先开口了：怎么回事？林觉晨发什么疯？杀妻正道。妻是谁？你问我？我靠着岩壁，没什么力气，我还想问你呢。是不是你那边剧情走歪了，刺激到他了？
他立刻反驳，放屁，我按剧本演的。阻拦他飞升，被他失手打成重伤，本来该假装魂飞魄散的，谁知道他突然停手，还分了个身出去，然后系统就疯了。他顿了一下，盯着我，是不是你？你最后那下怎么回事？自爆！你什么时候藏的这手？我实话实说，雪盾服牙缝里省出来的，不然等着被他捅穿。他又沉默了，系统彻底没声了。他说：“林觉晨好像知道我们。他说找到你们了。”这话说完，岩缝里更安静了。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系统靠不住，男主成了索命的，回是回不去了，跑也不知道能跑多久。他为什么要杀我们？苏淼问，像在问自己。我们不就是俩心魔吗？按流程走完就行了，加什么戏？谁知道？我闭上眼，可能看破轮回，觉得杀心魔不过瘾，杀老婆升级快。苏淼嗤笑一声，老婆打300年工，临了混成个夫妻档，还是被杀的那个。他笑完又不说话了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开口，喂，现在怎么办？不知道，先活下去。怎么活？我俩这伤，这破地方，林觉晨还在外面。他语气有点燥。那就治伤，找吃的，躲着他。我顿了顿，加了一句，一起。他看向我，塑料姐妹花做了几百年，私下吐槽居多，真刀真枪绑一块还是头一回。不然呢？分开死更快。他没反对。我试着动了一下，疼得吸了口气。苏淼看着我，磨磨蹭蹭从怀里掏出个小瓷瓶，扔给我。宗门发的疗伤药，效果一般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也从储物袋的角落里摸出块黑乎乎的干粮，掰了一半递过去。魔教的干粮，硬了点，能吃。他接过去，没嫌弃。我们俩，一个正道大师姐，一个魔教护法，蹲在荒郊野岭的破岩缝里，互相交换了点垃圾物资。同盟暂时达成。矿坑底下没什么灵气，魔气更是半点都无。我和淼，一个靠灵气，一个靠魔气，现在都成了没水的鱼。那点伤药和干粮2天就耗光了。苏淼靠在对面的岩壁上，脸色比我还白。这么下去不行，没等林觉晨找来，我们先饿死了。得想办法，系统虽然死了，但说不定还有点遗产。我以前偶然发现过，系统发布任务的指令流里，偶尔会夹带点私货，像是没清理干净的缓存数据，或者测试用的边角料功能。我闭上眼睛，集中那点微弱的神识，在系统里寻找。一片黑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不死心，换了个方向继续。苏淼看着我，你干嘛呢？等系统诈尸，看看有没有剩的。我回了一句，继续翻。找了很久，终于碰到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，似乎是个资源提取协议的残留接口，标注着测试废弃。试着用神识碰了一下，没反应。我模仿以前系统强制抽取我魔力时的波动频率，反向注入一丝魔力。接口亮了一下，弹出一个半透明的列表。列表上东西很少，而且看起来都很垃圾。低品回灵丹 X1 残次，基础敛息术试用版，下品灵石 X3 杂质 70%， 清洁服 X1 失效概率 30%。果然都是边角料，有东西。苏淼凑过来一点垃圾。我说，但还是试着用神识点了一下那个回灵丹。提取需消耗能量，魔气单位1或灵气单位1。我现在哪还有多余能量，自己都不够用。我想了想，把列表界面用神识共享给苏淼看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过来，这玩意儿能提取？他问，要能量，我们没剩的了。苏淼盯着那列表，你试试用最基础的引气诀，引一丝这里的驳杂灵气，别纳入体内，直接导向那个接口。我疑惑，但照做了。接口闪了一下，能量不足，提取失败。有戏。苏淼眼睛一亮，他认这种低级能量，就是量不够。再来。我们俩轮番上阵，像几块用完的牙膏。失败了10几次，我们才把那点东西提取出来。
苏淼吸收完那劣质丹药，脸色好了点。还有别的接口吗？我再找找。我又沉入神识，这次我摸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，不是资源接口，像个日志读取节点，只能看到一些碎片。我试着激活它，断断续续的文字和画面闪过我脑海。错误，心魔单元产生未知关联。警告，目标林觉尘认知偏差，偏离剧本。申请增加能量压制，申请被驳回，优先级不足。杀期正到，路径契合度 99%， 资源重新分配。连接中断，信息支离破碎，但我大概明白了，不是林觉尘突然发疯，是上面不知道是什么别的东西，觉得杀期正到这方案更好，资源利用率更高，所以我们俩就从心魔变成了妻。系统可能试图阻止过，但权限不够，然后就被强行掐断了。工具人升级成了祭品，还是买一送一。我把看到的碎片告诉苏淼，他听完骂了一句：“真他妈的黑。”是啊，真黑。薅出来的那点垃圾资源，此刻显得格外可笑。但能怎么办？还得跑。苏淼守夜的时候，喜欢摆弄他那半截通讯戒指。他说试试看能不能接收到点什么，哪怕是杂讯。有天夜里，我靠墙打着盹，他突然推我：“喂，有东西。”我立刻清醒。他把手伸过来，戒指对着我，上面有极微弱的光在闪，是一种没见过的波动。刚才突然出现的，像是什么东西泄露出来的频率。我试着分出一丝神识，轻轻碰了一下，冰冷的石壁，铁锈味，一个人被锁着，看不清脸，很绝望。片段很短，一闪就没了。我和苏淼对视一眼。什么东西？他问。不知道。我说，那感觉不太好。过了2天，那画面又来了。这次是高高的白玉台阶，一个人跪在上面，下面很多人看着。还是那个被锁着的人影，抬头看天，看起来很不甘心。片段又断了。是记忆碎片。苏淼猜测，谁的记忆？怎么会被戒指接收到？我想起系统日志里那个词，勘破轮回。林觉尘能勘破，是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在那里，只是以前被系统屏蔽了，现在系统没了，偶尔就露出来一点。我们俩因为跟林觉尘纠缠太深，又带着这破戒指，所以也能蹭到一点。第3次来得很快，这次的片段猛烈很多，画面和声音都很清晰，烈火烧得很旺，一个阵法在中间转动，里面捆着个人在惨叫。阵法外面站着的是穿白衣提着剑的林觉尘，年轻很多的林觉尘，他在看阵法里那个人被烈火灼烧。画面猛地一转，还是林觉尘，他在一个雪山崖边，怀里抱着个女人，他表情很痛苦，却还是把怀里那女的推下了悬崖。画面再转，林觉尘站在一片四周都是破碎的镜子的空间里，每块镜子里都是他，做着不同的事，杀着不同的人，表情时而疯狂，时而冷漠。他看着那些镜子，说不对，还是不对，到底哪一世才是对的？片段到这里戛然而止。我和苏淼半天没说话，山洞里只有柴火偶尔噼啪一下。苏淼先开口，他推下去那个是不是有点像我？我没说话，我也觉得有点像。阵法里烧那个声音也有点熟。轮回，我吐出这2个字。所以林觉尘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，他可能已经轮回了无数次，用各种方法杀妻正道，但好像一直没成功，或者成功了，但没完全成功。系统说的勘破，是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循环里，所以他这次要玩把大的，一次性找齐2个妻子来杀。这疯子！苏淼抱着膝盖，脸埋在阴影里。所以我们不是第一批倒霉蛋？看样子不是。杀了我们，他就能跳出轮回了？不知道。日志说契合度 99%， 可能吧？他抬起头，凭什么？是啊，凭什么？就凭他是男主，就凭那不知名的天道给他定了这么个破剧本。我们俩工具人和那些被烧死推死的人的命就不是命。以前只觉得是份工作，恶心了点，但总有结束的时候。现在看着那些碎片，才明白这底下埋了多少东西。
这不是工作，这是用命填一个疯子的道。柴火烧完了，洞里暗了下来，那些碎片画面还在脑子里转。火烧、坠崖，无数个灵觉尘在镜子里发疯。苏淼站起来，踢了一脚地上的灰，走吧。我没动，去哪？不知道，反正不能蹲这儿等死。我想起系统日志里那句资源重新分配，显而易见的，我们就是那资源，可消耗的那种。300年了，兢兢业业走剧情，不敢出错，就盼着下班。结果上班是死，下班也是死，还得死得更有价值点，方便别人正道。凭什么？就因为我们穿了进来，顶了这身恶毒女配的皮。苏淼走到洞口，没回头。沈燕，你还想跑吗？能跑哪去？我说，跑没用。他转过身看着我，那怎么办？跪下去求他，说大哥行行好，这期我不当了，我还是回去当心魔。我没接话，走到他旁边，也往外看。荒山野岭的，似乎没路了。那些碎片不止我们俩。我说，他应了一声，填坑的多了去了。系统好像试过阻止。我又说，没成功。我看向他，他为什么阻止？不是说优先级不足吗？苏淼沉默了一会儿，可能杀期正到这方案消耗太大，或者不稳定。系统求稳，只想按部就班走原剧本。原剧本我们也得死，只不过原本是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。我提醒他，他叹了口气，是啊，横竖都是死，区别就是老老实实当燃料，还是炸他一下再死。炸一下，这个念头冒出来就没再下去过。系统死了，但他留了点东西。苏淼接上，天道或者 whatever， 选了灵觉尘，放弃了系统。他觉得杀期正道更划算。我们是代价，对，但我们不想付这个代价了。安静了一会儿，搞点破坏。我问，不然呢？难道真给他当垫脚石？苏淼反问，然后伸出了手。我看着他满是灰和细小伤口的手心，也伸出手拍了一下。击掌为盟。我们从塑料姐妹花升级成了造反联盟。先离开这鬼地方，找个能藏身还能做点准备的地方，得有点灵气或者魔气。我补充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造反也得有本钱。知道，路上再看看能不能再薅点系统的遗产。我们走出山洞，天边泛起鱼肚白，冷得很。前路未知，敌人强大，盟友就身边这一个，但比蹲在洞里等死强。灵觉尘的人没到，他的狗先到了。几条追踪用的灵犬顺着我们残留的那点微弱气息摸到了这片山区。我们被堵在一个废弃矿洞深处，前面是狗，后面是石壁。那几条畜生品阶不低，我俩这半残状态打起来够呛。苏淼被贴着湿冷的石壁，喘着气，怎么办？杀出去？杀不过。我说，灵犬后面肯定跟着人，动静一大，全得完蛋。狗叫声越来越近，带着点兴奋。苏淼骂了一句，憋屈死了。是挺憋屈的，躲躲藏藏这么久，最后还是被几条狗逼到绝路。我不甘心，凭什么我们就得是消耗型资源？矿洞深处好像有微风吹过来，带着股陈腐的铁腥味。后面不是完全死的。我猛地回头，用手在石壁上摸索。苏淼看我，你干嘛？找路。我说，狗叫声已经到了洞口，绿油油的眼睛在黑暗里晃动。没时间了。我催动那点可怜的魔力，往缝隙里猛灌。苏淼明白了，也把所剩无几的灵力砸过来。力量性质不同，撞在一起，没打开通道，反而震得碎石簌簌往下掉。外面的人好像听到了动静，一声呼哨，狗扑了进来。腥风扑面，苏淼尖叫一声，一道灵盾挡了一下，瞬间破碎。我被他撞得后退一步，后背狠狠砸在刚才那面石壁上。咔嚓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。一个踉跄，我直接向后倒去，苏淼也被带倒。天旋地转后，我们滚进了一条向下的陡坡，一路磕碰，最后摔在一片更深的黑暗里。上面传来狗吠和人声，
没跟下来。可能入口又合上了，或者他们觉得没必要追2个必死的人。苏淼在我旁边哼唧，还活着没？暂时。我撑着手臂坐起来，四周黑得彻底。这里的气息很乱，不是灵气，也不是魔气，是一种更原始、更暴力的东西，混杂着浓烈的死气和某种不甘的怨念。看来这里是处古战场遗迹，或者矿难坑，死过很多人和别的东西。气息钻进身体里，搅得我经脉针扎一样疼。苏淼突然抓住我胳膊，你感觉不到吗？什么？那气息，它在动。那些混乱暴力的气息不是在胡乱飘散，它们像被什么吸引，一丝丝缓慢地朝我们汇聚过来。更准确地说，是朝我和苏淼接触的地方汇聚。他抓着我的胳膊，2种截然不同的力量通过接触点被强行拉扯到一起。我脑子里像有什么炸开了，冰火2重天，魔力和灵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疯狂运转，互相撕扯，又被迫融合。经脉剧痛，像是要被撑爆又碾碎。苏淼惨叫一声，想甩开手，但甩不脱。那股混乱力量把我们粘在了一起，疼得我们意识都快模糊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上面的动静好像没了，汇聚过来的混乱气息渐渐平息。苏淼猛地抽回手，瘫在地上大口喘气。我也好不到哪去，眼前发黑，耳朵里嗡嗡响，但身体里那种即将爆裂的剧痛在慢慢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陌生的充盈感。我试着抬起手，指尖冒出一小簇灰扑扑的光焰，不稳定地跳动着。苏淼也看着自己的手心，那里有一团同样灰色的滋滋作响的能量球。我们俩的力量被这绝地逼着，硬是融了，变成了一种自己都说不清的东西。上面的威胁还没解除，但我看着那点灰焰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也许能拼一把。我们在坑底蹲了2天，适应那点新力量。上面的狗和人好像真走了，大概觉得我们掉进这种地方必死无疑。我和苏淼顺着陡坡爬上去，回到之前的矿洞。现在去哪？苏淼问。找点吃的，肚子饿得厉害。没走多远，我们就撞上3个修士，他们正在搜山，估计是接了下层宗门的任务，来找魔教余孽或者失踪灵犬。看到我们，他们愣了一下，领头的上下打量我们，眼神不太客气。喂，你们2个干什么的？见过可疑的人没有？我还没说话，苏淼先笑了。可疑的人？你们不就挺可疑的？那领头眉头一皱，放肆，问你话就老实回答。我注意到他们腰带上挂着的令牌刻着青霞2字，想起来了，原剧情里提过一句，这个青霞宗是林觉尘所在宗门的附属小派，最会捧高踩低，没少帮着主流宗门干脏活。以前我和苏淼身份高，他们够不着，现在落难了，倒撞上门了。一个练气的撇嘴，师兄，跟这2个叫花子废什么话，看样子就不是好东西，抓回去审审再说。领头的觉得有理，伸手就来抓苏淼胳膊，手还没碰到，苏淼只见那缕灰气弹了出去，那领头的手腕瞬间干瘪下去，皮肤灰败，像是被抽干了所有水分和生机。他愣了1秒，才爆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，惊恐地看着自己变成枯枝的手。另外2个炼气弟子吓傻了，剑都拿不稳。我没给他们反应时间，跨步上前，手掌按在其中一个炼气弟子胸口，他僵住了，眼睛瞪得老大，直挺挺向后倒去。还剩一个炼气弟子，腿一软，瘫在地上，尿骚味弥漫开来。别杀我，仙长饶命！苏淼走到那个捂着手惨叫的领头面前，吵死了，他说，手指点在他额头。叫声戛然而止，他眼睛里的神采迅速褪去，变得空洞，然后软倒在地。就剩那个吓尿的了。苏淼蹲下去，看着他，回去报个信。那弟子抖得像筛子。我接过苏淼的话，告诉让你来的人，就说姑奶奶们还没死，让他们等着。那弟子连滚带爬，跑得飞快。我们搜刮了一下他们身上的东西，几块劣质灵石，一点普通伤药，还有那个罗盘。苏淼掂量着那几块灵石，
利息收了点，本金什么时候讨？不急。我说，消息很快会传上去，传到林觉尘耳朵里，或者他那些狗腿子耳朵里。知道我们没死，还敢动手，他们会来的。正好试试这新力量到底够不够硬。消息传得比想象的快，没等我们走出那片山区，人就来了。领头的是个老熟人，执法堂的刘长老，以前可没少奉命给我找麻烦。他定了定神，厉声道：魔头，果然没死，还敢残害同道，今日必将你等擒下，交由林师兄发落。苏淼嗤笑一声，交给他杀妻正道吗？刘长老脸色一变，胡言乱语。林师兄乃正道楷模，岂容你污蔑？结阵，拿下！剑阵转动，剑气纵横，白光刺眼。我和苏淼对视一眼，同时动了，力量从体内涌出，所过之处，那些耀眼的剑气像被侵蚀了，迅速暗淡消散。剑阵的反噬力传到那些弟子身上，好几个人当场喷血倒下。刘长老祭出一面铜镜法宝，照向我们。雕虫小技。苏淼哼了一声，直接一拳把铜镜砸裂了。刘长老法宝被毁，又喷出一口血，惊骇地看着我们：你们这是什么邪功？剑阵很快破了，地上躺了一片呻吟的白衣弟子。刘长老拄着半截断剑，喘着粗气，看我们的眼神像见鬼。我说，让林觉尘自己来，你们不够看。天空突然暗了一下，一股庞大的威压降临，像山一样砸下来。白衣长剑是林觉尘，他来的比预想的快。他看着下面一片狼藉，目光扫过那些弟子，最后落在我和苏淼身上，看来得了些机缘。我看着他，机缘？拜你所赐，不想死，总得想点办法。他说，徒劳，你们的命早已注定是我的道。又是道。我往前走了一步，你的道就是杀妻，杀了我们，你就能飞升，跳出轮回。他眼神微动，没否认。你试过多少次了？烧死，推下悬崖，还有别的吗？成功了吗？他握剑的手紧了一下，这次不一样。苏淼在我身后冷笑，是不一样，这次你要一次杀俩。林觉尘的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一下，他不喜欢这种话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林觉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条道是错的？杀戮不是道，尤其是杀无辜的人。这只是那条路给你定的规矩，一个冰冷的流程。你杀我们，就算飞升了，上的也是个假的天，是个更大的牢笼。他第一次带了点恼怒，你懂什么轮回之苦，你们岂会明白？苏淼上前一步，执着轮回本身就是迷障，杀出来的道血淋淋的，你自己真信吗？林觉尘站在原地，剑没放下。我的道无需你们评判，阻我道者死。最终谈判破裂，林觉尘动了真格。这一剑比他之前在魔教总坛那随手一下重了100倍。我和苏淼同时出手，林觉尘眼神闪过讶异，他大概没想到这看起来不伦不类的力量能挡住他含怒一击。我没给他喘息的机会，开始全力出击。无数次的交锋后，林觉尘的剑体发出轻微的腐蚀声，他的剑受损了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他不确定地问。要你命的力量。我甩甩发麻的手掌，跟你说了，你的道错了，杀了我们你也成不了。我幻化出一个铡刀的虚影，你看这铡刀眼熟吗？是不是在哪一世你也用它铡过谁？感觉怎么样？道成了吗？他身体震了一下。苏淼咬着牙，还有火，烧起来疼不疼？我又加一句，悬崖边风大吗？推人下去的时候手稳吗？闭嘴！他猛地爆发，一剑震开铡刀虚影。那些被强行窥破又试图遗忘的轮回画面在他眼底闪过。不对，这次一定可以，杀了你们就能斩断。我站直身体，斩断什么？斩断你自己吗？林觉尘，你杀的每一个妻都是你自己选的道侣，是你轮回的一部分。杀了他们，你永远也圆满不了。你只是在一次一次杀掉过去的自己。这话像最后一把锤子，
砸在他那道已经布满裂痕的心房上。他猛地僵住，周身运转流畅的灵力突然陷入狂暴的混乱，不受控制地向外炸开。噗！他喷出一大口血，剑从他手里脱落，插进地面。林觉尘的道心碎了。几乎同时，头顶原本晴朗的天空骤然暗了下来，有一种漠然的、毫无情绪的注视感压了下来。天道规则，他察觉到最佳的祭品脱轨，执行者崩溃。那注视感扫过林觉尘，扫过我们，带着被蝼蚁忤逆的不悦。威压降临，我和苏淼被压得几乎直不起腰，骨头嘎吱作响。我抬头看着那漩涡中心，看什么看？规矩错了，还不让说了？在矿洞里融合的特殊力量从我们身上冲天而起，对着那定了这狗屁规矩的天狠狠撞了过去。那是对天道的反抗，天道的威压撤了，像是懒得再管这摊烂账。苏淼踢了踢脚边的石子，看着林觉尘，他怎么办？凉拌。我说。林觉尘看了我们一眼，又低下头，没说话。道心碎了，修为估计也废了大半。以后怎么样，看他自己造化了。下山后，我们找了家面馆，点了2碗热汤面，还加了2荷包蛋。苏淼吸溜着面条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以后干嘛？”我想了想，开个小店。卖什么？随便，面条也行。他笑了，行啊，你抻面，我收钱。我们慢慢往南走，听说那边气候好，日子舒服。路上偶尔能听到点消息，说林觉尘废了，被宗门秘密送走了，不知所踪。说天道好像出了点问题，有几个老怪物试图飞升，都失败了，雷劫弱得不像话。说正邪两道都安静了不少，没了挑头的，大家都低调做人。我和苏淼听了就当个笑话。我们真开了个店，是个杂货铺，什么都卖点。后来有一天，我们捡了个娃，不知道谁扔在店门口的，裹着小被子，不哭不闹，睁着眼睛看人。苏淼抱起来就不撒手了。养着？他问我。养着呗。我说。娃慢慢长大，叫苏淼娘，叫我姨。日子就这么平淡无波的过着。累了就关门，带娃去河边遛弯，或者凑一起吃点好的，偶尔喝点小酒。有时候躺院子里看天，还会想起之前那场架。天道好像也没那么不可战胜，至少定下的破规矩能改。苏淼拎着一壶酒过来，递给我一杯。以前天天想着下班，现在真下班了，反而不知道该干嘛了。活着呗。我说，想干嘛干嘛。他想了想，点头，也是。自由了，真正的自由。不用扮演谁，不用怕被谁杀，不用走什么剧情。店是自己的，娃是自己的，命也是自己的。他碰了碰我的杯子。敬自由，敬自己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